嗨，大家好，我是阿 K， 欢迎收看 ACIS Model Talk。这一次让我们来跟各位聊聊如何提升骑乘技术。在之前呢，有教过大家怎么样去做训车，然后接着说怎么去调整你的车子。不晓得各位你们的车子训完了吗？那无论有没有训完，接下来我相信想爱玩车的各位一定都是想要提升自己的骑乘技术，对不对？但是想提升骑乘技术，大家都想这么做，但是问题是怎么做？我发现到其实很多人他们想做，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就会教各位从训练开始的要准备的东西，以及在训练中可以做什么事情，以及在训练时你的心态等等那些要怎么做、怎么准备。这一次就让我们一口气告诉大家这些答案。所以在开始之前，请各位不要吝啬动动您的小手，帮忙做一个按赞、订阅、收藏这个影片，这样到时你才能够找得到我们教大家的东西哦。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来开始。在训练开始之前，有3个要素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护具，各位不要怀疑，护具是绝对最重要的。我们常跟各位说一件事，护具它是一种观念，它不是一种潮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护具要求永远都是先求有，再求好。有没有看过那种，觉得说我护具要嘛，我一定要进订最顶级的，没有订到最顶级的，我就不穿。那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跟他说一句话，那请你不要骑车好了。因为护具本来就是保护你的，它不是一个潮流，不是拿来比较的东西。所以当你把它列入那种情况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保护你的作用了。所以各位知道了吗？护具我们永远不会要求各位什么甲种乙种护具，不好意思，我这里从来没有要求这种东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连身皮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起顶级的机械脚。所以我们护具通常只列出最低的标准，但是你在最低标准内你一定要穿，因为穿上这个护具不是什么，是代表你有这个概念，懂得保护自己的安全。当一个人拥有保护自己安全的时候，他才叫做运动员。各位你们知道运动员跟飙车族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吗？就是一个会在乎安全，一个不在乎安全，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护具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件事情，寻找封闭场地。请不要怀疑，我们所有的训练绝对都是在封闭场地进行，绝对不会有在公开山道练习的。那假如有人跟你说我们可以去山路上练车，我觉得在公开的山路上我还有好多东西可以练哦。那这时候我只能讲一句话，不好意思，他的骑乘技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当你有在封闭场地练过车，你真正追求技术进步的人，你就会发现到在封闭场地这种安全环境下，我们才能够真正发挥车子的极限在哪里。在山道上你是绝对不可能去发挥你的极限的，除非你不在乎你的生命。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盲弯，非常多的不确定的东西，你不可能全速冲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件事，当我们要练车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去寻找到一个封闭的场地，不一定是赛车场，哪怕只是个空的停车场，一个空地或者哪里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在公开的马路上，在公道上去练车。那个在封闭场地开始练，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进步，请不要怀疑，这是绝对的道理。好，第3件事情就是请一定要使用你现在想玩的车。对，请不要怀疑，就是我们的通常有些人可能他们有通勤车速可达然后可能买了一台那个黄牌红牌是来玩这样。那在很多时候，我虽然之前有讲过，不是阿 Ken 你不是讲过替代训练吗？可以用别的车子来或者别的东西来替代训练的技术，对吧？没错，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关键是这个东西是设定在我们已经训练一个程度，然后继续在追求进步的人。假如你一开始你今天买了你人生第一台黄红牌，你买了你人生第一台打挡车，第一个玩具，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说我好怕摔我就拿那个骑代步速可达去练，练完再回来骑这个玩具。我说真的不会没有效果，绝对有效果，你只要有练一定有效果。但是我们通常谈的是效率，当你一开始用这种方式去练的时候，你的效率其实拉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连自己的状态的跟车感人车环境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用这个小车，你满脑子只是想着说好安心好安心那种感觉，那其实你这时候就没办法好好去体会它，然后你所练的技术没有多少能够带到那台大车上面的。所以在一开始你真正要练功的时候，我都会推荐各位请直接拿你的玩具车来，不要怀疑，就是拿你要骑的这台车来。那在练习的过程，也有人讲过一句话说但是那个我怕摔这样废话，谁不怕摔？我也怕摔我说着我也超怕摔的但是关键就是
真正正确的练习不该摔车，知道了吗？很多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说，我们摔了才进步，放屁！我直接讲，没有这种事情。这只有在台湾一些不知道该练什么的人才会讲这句话。真正在国外，你练车练车摔车是会被骂的。人家会讲，你告诉我，你今天到底为什么摔车？你知道你为什么摔车吗？在国外非常忌讳没有意义的摔车，所以在台湾大家常玩越野什么，他们都很开心。哇，我今天摔了5次，摔了10次。说真，我每次都跟人家讲，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在比摔车次数的，我们在比的是今天谁不摔谁就赢了。所以知道吗？先把这概念练起来，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车，然后正确的练法，不该摔车。当你摔车，就代表你根本拿捏不到你跟这台车的极限在哪里，然后你通常动不动操作太粗糙，就会超过极限的。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好，再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聊聊，那练车到底练什么东西呢？其实在之前有听直播的也应该都知道了，我们讲起来非常的非常简单了，这3个东西啊，油门刹车转弯，对，没错，这个所有的训练我都跟大家讲，油门刹车转弯，这是3个最基础的东西。那这3个最基础的东西练的是什么？说真，就是那个摩托车跟脚踏车跟这我们什么直排轮这些东西，它的最大差异就是因为它有一颗引擎。所以其实它的车辆的前进动力不是靠我们的双脚，不是靠人力，而是靠引擎的。所以在有引擎的时候，我们的关键就是控制什么？油门。油门的细腻度、稳定度都非常的重要，你必须要妥善的去控制它，你才能够得到细腻的操作。那粗鲁的油门操作往往是做不出好的表现、好的成绩以及练出东西来的，因为粗鲁的油门操作，你硬下去的时候，你的脑袋是无法思考的，那时候你的脑袋是放空，然后就任由车辆拉着你跑，请不要怀疑，绝对是这样。所以我们真正练车油门呢，当然会教大家开，但不是无脑的开，而是你要掌握你在什么时候该用多少的油门去操作，那个才是关键。尤其当你车子的排气量越大的时候，油门的细腻度更加重要。只要你一开始油门细腻度没有掌握好的人，那上到大车之后，通常都会很容易出事情。所以各位请不要小看油门哦，你的油门在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要准备做到这些东西。那油门的细腻度到底怎么控呢？很简单，就是在封闭场地、停车场或者空地的时候，做开油的动作。对，不要怀疑，开油加速。因为假设你原本都骑白牌、骑小排量了，你今天突然骑到黄牌、红牌的话，它的油门的反应跟白牌完全不一样。那我遇见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该开油时不开油，不该开油时就狂开油，然后呢就出事情了。所以在封闭场地的时候，你要尝试把你的油门开大看看，你要感受到你的车子的状态如何。当然了，现在的车子都有很多电控啊，这不管是 TC、ABS 那一类，请问各位要关吗？让你们思考一下，3、2、1，答案。不要关，全部开着，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拿来保护你的你今天花了那么多钱买了这台进口车，而不是买什么国产车、野狼这种，你的目的就是要它的那个控制系统去保护你嘛。你动不动把它全部关掉，那你花钱买它干嘛？你就骑金旺就好啦，对不对？所以各位记得，当你在练车的时候，车子的电控都不要关。那动力模式怎么样呢？直接调最小的就好了，雨天模式。不要跟我讲那种给白话啦，什么没有运动模式我不会骑啊，我跟你讲放屁，没有这种事情。通常当一个人他总觉得这个怎样不够凶，我没办法骑的时候，请不要怀疑，讲这句话的人不是代表他技术很厉害，就代表没干起来，就这样子黑。你觉得今天只要是罗西出场 ，Marquez 出场，他会要求说车不够凶我不骑吗？不会吧，对不对？他们这些人什么车来他都有办法骑得很快，都有办法骑得很好，这个才叫什么技术。所以各位千万记住了，有技术的人不会怪车子，没有技术的人整天怪车不好，怪场地不好，怪所有的东西都不好。所以油门的操作细腻度很重要，你们要敢的去开油，去感受它，去操作它，这样子才能够练习到油门的细腻度。第2件事情，练刹车。那刹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练呢？刹车不用练啊，刹车不抓起来就可以了吗？告诉各位，其实最简单去如何评断到底你的刹车的状态好或不好，就是当你拿一根脚锥放在那边，然后呢，你想象我要在这边前进过来，到达脚锥之后开始抓刹车，请问我可以停在哪里？你去把第2根脚锥摆在你脑中认为我可以停得下来的地方，往往
去真正做实验的时候，会发现你想象中的刹车距离比你真正的刹车距离短太多了。通常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这个速度这么短，我就可以停下来了啦，没有那么长的啦。像我昨天去交换价，超可爱的。在交换价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项目，就是跟他们说，那个请各位，你车子停在这边，假如现在时速50公里，你觉得你在那边开始抓刹车，有个那个学生啊，他就直接摆在前面，我记得好像大概3米对，3米，各位不要怀疑3米是多远呢？很多人可能没概念，我直接讲，男生通常170公分的人走大步3大步就这样子，他摆在那边说那个我觉得我50公里这边就可以，这边开始抓刹车，我车就可以完全停下来了啦。然后那时候他还很骄傲的说，因为我改 Rainbow 这样，就感觉出他的那种觉得他的那种优越感这样。但很不好意思，实际上刹车距离远比想象的远，所以各位千万记得一件事情，在道路上发生事故通常都不是油门开不够多，最多的状况就是刹不下来。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刹车距离是多远，他们也没有概念我在什么速度下我的刹车距离会多长，所以刹车的训练呢就很简单，你一样摆一根脚锥，然后再摆第二根，你觉得你该停在哪里，然后你就开始做加速。对，加速后你自己设定的速度到那个点之后，你就开始抓刹车。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真正想象跟真正去做的那个距离就会差多少了。那千万记住一件事情在开油的时候，我们不是开关，你要么就一直稳速过来，然后过了这个参考点之后，才可以开始抓刹车，而且抓刹车是直接做紧急刹停，就是完全刹停的动作，不是这样轻轻摸一摸，觉得说，好像我刹太早了，距离不够，再放一点再下去。No， 你一开始抓掉，用最大的极限把车子停下来，那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你想象的跟真实的差多少。所以刹车的训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把刹车做好，那在道路上才有安全可言。只要你刹车没有做好，其他东西全部都不用谈了第三件事情就是转弯。大家都会认为好简单这不就是转弯吗？有什么问题？所以基本上很多人，你们看他在过弯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山路上模仿那个 GP 车手，对吧？是那个什么 Rossi Lake， 把脚进弯前还要把脚伸出来，但是他伸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对啊，根本没有做这么重的刹车啊，他也没有刹到整个后轮翘起来为什么要伸出脚呢？其实讲真，你去问他们很多也没有答案的，或者很多只要骑越野车过弯就一定把脚伸得开这样，人家是那个人家的脚是贴在车子上去走，但是呢他们的动作变成了黄狗撒尿，就觉得Oh my god， 你到底在干嘛这样？所以各位千万记得我们的确是在模仿没错啦，因为你不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靠模仿这件事情的嘛。但是说真，你没有搞懂的情况下盲目的模仿，那反而会闹出笑话来咯。所以各位请千万记得，转弯这件事情真正它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怎么说呢？很简单，你只要在不管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啦，这不管停车场哪里都一样，没有人的地方，你有一个弯道，你试试看做你的你去尝试把你的速度提升，然后你看你到底在什么速度下你能够稳定的过这个弯道。请不要怀疑，做这件事的时候10个人超过 9.5 个人都会外跑，真的，一开始全部都会外跑，因为他们连路线的概念都没有，就整个就跑出去了。所以其实你真正要练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没有人的这个地方你就去过弯就对了。然后呢，你一开始过弯你可能速度很慢，你可能过不顺，但是你就试试看，继续把速度慢慢提升。那只要外抛了，你就把速度降下来嘛。跟各位说，直线一定有加速减速的动作，但是在弯中有一个标准叫做弯速，所以你要掌握好你自己该骑的弯速是多少，而不是无脑的直接去乱冲这横冲直撞这样子，那你弯道往往过不去，甚至会产生外抛的动作。所以外抛的动作很简单，就代表你的过弯速度太快了，这时候请把你的过弯速度降下来。那假设你一直在里面的话，就代表你的过弯速度太慢了，就可以开始把你的速度慢慢提升出来，知道了吗？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光靠几根脚锥，甚至停车场的几个弯，你就可以一直做训练了。这个很难吗？没有，很简单，就这样。所以各位请不要怀疑，当你想进步的时候，我们练的东西
我说真的，我们真正练的东西都是很枯燥乏味的啦，对，没有什么很华丽的，还有什么 LED 蓝光，还有辣妹在那边跟你跳舞，屁啊，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现在是在练车，不是在拍电影欸，所以我说真正在练车的时候都是很枯燥乏味的。但是你要进步，你就是得要经过这一段。我们想想看，当初讲过林书豪每天投300颗球，难道他投300颗球还要在那边打雷射光啊，还要有舞台吗？没有，在投的时候没有人看他，尤其是没出名的那一刻，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在做的，但是他就是默默的进行，直到现在有了现在的成果。那假如你把练车变成说每天跑台山，每天跑台山，跑了10年，各位，请问有谁记得现在跑10年以上台山的人有谁？对，没有，记不得。因为你做错选择之后，你的进步是很有限的，甚至会被局限住的，知道吗？所以我们真正要练的时候，就要练对东西，而不是盲练啊。盲练那个时候就完全浪费掉了。所以请千万记得哦，这练习的过程绝对枯燥乏味，但是你就要好好去细细感受你跟这个车辆以及在这个道路上状况如何，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啦，常常有人讲到练车嘛，练车一定会提到一个东西，是不是大家都听过练定圆绕八，对不对？关键来了，定圆绕八到底练什么东西呢？它真的可以练得到东西吗？是可以练得到东西，但是同时它也练不到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定圆绕八训练的东西很关键，你要知道你在练什么。假如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是叫做白练了，就只在很多人把那个定圆当作干嘛，在练磨膝盖，对不对？绕八也是当作磨膝盖，那我直接讲，那就白练了，那个干脆不要练。因为那种东西练下来是没什么用，反而会让你摔车而已。所以定圆绕八到底该怎么练，这个详细的部分我就放到会员频道。所以在这次我觉得本周应该上不了，不好意思。定圆绕八的话本周上不了，应该最快下周，所以不好意思，请各位会员稍等一下。我们在会员频道中会详细的教大家定圆与绕八到底该练什么，到底该怎么练，就到时请会员们稍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做说明。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训练的心态。训练的心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在练车时，你没有想这种东西，那就是白练啊，对不对？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练肌肉，因为对啦，骑车是需要有肌肉记忆啦，但是肌肉记忆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脑袋要思考，你要思考你现在到底该做什么，你哪个操作要做什么，做了哪些东西会有什么成果，那个才是真正我们在训练时会有用的东西啊，所以在训练时的心态有2点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对，重复做，一直练，但是也不是无脑练，你每练一次你都要去重新思考，我该做的怎么样，我的油门操作 OK 吗，我的刹车距离对了吗？假如你的车辆就是没办法照着你想要的去进行，请不要怀疑，那就是你的技术还没到。对，就这么简单，不要怀疑，你不要跟我说林北技术超强超屌，但车就是永远不听话，停得比我想象的还远，请不要怀疑，那就是自己没干的。对，所以请记得练车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一直重复做，不要怀疑，就这样。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每次讲练车，其实我说真的啦，真正的练车不是练车，是练人，车是不用练的。我们每次讲一个东西，无论是算盘啊、计算机，它是永远不会算错，会算错只有人的手指在那边点错。所以车也一样，车是不会自己走，不会自己摔的。那车子它会摔也是人的操作失误，那车子骑得快也是人们的操作技术。当然你要说现在的车子那个什么改装很屌啊，什么马力那些都很大，那没错啊。那所以我每次都跟人家讲，真正要比技术哦，不要跟我去比大赛道，来比金卡纳吧。金卡纳才是真正练技术的地方，它是一个你有电控也没有屁用的东西，是一个真功夫。但是因为金卡纳它就是很硬很无聊，外面人甚至在旁边看不懂他在干嘛的这样，所以金卡纳这种东西在台湾都很难推得起来。但是我说真正要练技术的人是练金卡纳，请不要怀疑。好，那所以我们练车的时候，你不要总是去跪车子哦。这我看过有人练车很恐怖啊，练哦，他练，然后突然间一看，看你怎么车子刹车改掉了？哦，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刹车刹不下来不够好啊。这个过不久，你怎么避震也改掉了？我觉得那个不稳啊，我做不出来。然后甚至轮胎都已经上到大闪电，哇靠北，全部都上到完了。结果呢，练出来的成果还是不。所以请不要忘记，我们在真正练车的时候，我们练的是人，而不是车。你假如你车子可以改吗？当然可以啊！我说真的啊，有钱的人你想怎么改挡不了啦，因为那是你的钱，也不是我们的钱啊，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是请不要忘记一件事，你改完之后，你的 focus 要回到练车身上。
而不能因为那个改车的提升，然后直接把它当成是你的成果。我当然还要讲一句话，你要进步，在赛道进步最快的方法是改车，不要怀疑，你只要改东西下去，你的秒数立刻缩短，但是那不是你的秒数，那个是这台车的秒数，所以请不要忘记哦，我们今天你要练车还是你要改车？对不起，我应该讲你要练人还是你要改车，这两个东西可以并行，但是通常你改太多的时候，你就会忘了人要怎么练，甚至讲难听，到最后你练不起来了，因为车子太强了，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你的技术没有跟上去，你只会被车拉着跑。有没有常常听到我讲这句话？车拉着跑，人家常常会讲怎么可能？哇，我那么厉害，我怎么会被车拉着跑？不要怀疑，当我们看你骑的时候，你是被车拉着跑，就这么简单。所以真正要练车的人不会去改车。对，改车是比赛用的，不是练车用的哦。好，那现在讲到这里，你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练车也很简单嘛，就这几个项目就下去做就对了嘛。对，不要怀疑，就这么简单，没有玄学啦，没有这么复杂的啦。但是问题是，你要怎么知道你现在练的有没有效果呢？以前我们最早期要判断有没有效果，就是比赛。当初我们有非常多比赛，大大小小的比赛，非正规的比赛，个人办的比赛，甚至在停车场自己围起来就开始比赛。对，没错，以前我们动不动就比赛啊，但是我们比赛没有像现在那么高级啊，哇，还有一大堆改车，还有验车，哇，没有这种东西啊，因为我们当初连改装品都没有，所以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呢练，你到底练得怎么样？你到底练对还是练错？不知道，只是大家一起来比赛。比赛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呀，为什么他这边比较快？为什么这边另外一个比较快？然后我们大家会切磋，会教学，会分享，这就是我们以前比赛的关键。所以讲真，以前的比赛是很开心的，你跑完大家是会交流的，没有管你谁第几名，没有。现在的比赛是哇靠，我跑出你会跟你吵架那种，就是所以我觉得讲难听啊，我觉得现在的比赛没有以前的比赛好玩了。然后以前的比赛是可以进步，现在的比赛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进步的，所以就有点可惜哦。那所以现在既然没办法比赛了，怎么办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最简单的，看真正你车辆操作的关键怎么样。就像我讲的嘛，刚才那个你把脚锥摆出来嘛，你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试试看，摆一个脚锥在那边，摆另外一个脚锥在那边，然后看看这个脚锥停下来的位置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假如不一样，对，就是代表你操作的不好，不要怀疑。那过弯也是一样，你摆几个脚锥去设定一个弯道嘛，然后你试试看去过弯，看它能不能完整的过弯，还是你会外抛。那当你过不了这个弯，你会外抛什么的时候，一样啊，就是你对车辆的操作不熟，就这么简单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去看你实际上跟到底的预期的怎么样。然后第三个东西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检查有没有隧道视觉效应。对，不要怀疑隧道视觉效应，我们的想法跟一般人讲的不太一样。一般人不是讲说速度越快越有隧道视觉效应，对不对？不好意思，我这边的思维不同哦。那我们也没有要逼各位接受，但是你们可以听听看，去思考看看有没有道理嘛。今天假如说隧道视觉效应是因为速度多快就会产生多隧道，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看过 MotoGP？MotoGP 在大直线的时候，他们旁边有工作人员摆出什么东西 ？Pit board， 上面写着什么东西？写着你的 position 在第几名，你跟前面的秒差多少，加 1.3 加 1.52， 这些数字没有很大个的呢。那一大堆数字 position 多少，然后甚至还有要给你一些指令。请问 MotoGP 大直线时速多少？破300。只要真的有隧道视觉效应，你跟我说旁边也看得到东西，什么都看不到就拉线啦。所以为什么那些 GP 车手在大直线拉到时速200-300的时候，还可以很清楚看到 Pitboard 上面告诉他什么东西？就是因为隧道视觉效应并不是与绝对应该讲并不是与速度呈现绝对关系，而是呈现相对关系。相对关系的定义就是，假设今天你是一个车手，你平常在练习时时速150都是你很平常一直在做的操作，在大赛道里面。那这个时候你在大直线骑到时速150，这个时候对你来说赛道的周围仍然是清晰的，因为这是你的可控速度。但是只要今天是一个阿嬷，不要讲时速150啊，阿嬷平常骑30的人，你现在给他骑60，哇，他旁边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有没有看过那种每次田间啊，或者是什么那种阿嬷冲出来，奇怪你从旁边过来，他是看不到你，然后就说很紧张这样，为什么你突然撞我？孝利，你为什么骑那么快？这时候就是因为对阿嬷来说，你不要讲100。光是时速50、60，它就产生严重的隧道视觉效应。所以各位搞懂了吗？真正隧道视觉效应有关系的不是绝对速度，是你的相对能力。当你的能力越高，你处理的越快，你的节奏越快，你训练的技术越好，这个时候你可以不产生隧道效应的速度就越高。
所以真正来说，我们练车人在大赛道的时候，你其实到时速250以上，你都不可以有隧道视觉效应。旁边有什么东西，头转过去你都要看得到，不然我们在赛道里常讲说很多参考点啊，那个旁边不是有牌子吗？250米、200米、150米、100米。你只要隧道视觉效应呢，100哪看得到，嗡，这个格子过去。甚至我们旁边有时候参考点，我们会拿墙壁有一条橘色的线，旁边有一个水沟盖，这边有一个什么小东西，这都是在我们眼睛瞬间过去的，那我们都要看得到。所以知道了没？隧道视觉效应是代表你的相对能力有多高，而不是绝对速度有多高。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不知道各位你们可以接受吗？那只要可以接受，帮忙在下面打个+1，让我们知道其实各位更懂得隧道视觉效应的真相是什么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各位聊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层面问题。曾经有人问过，那上课有用吗？那我到底要自己练还是要上课？其实我这样讲了，我们自己是在教课的人嘛，那所以每次人家讲，教课的一定讲上课有用啊。不好意思，我要这么说，我虽然是教课的人，但是我们自己的技术也是去外面花钱上课学来的。因为以前在台湾我们没有办法学啊，就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哪里可以学，你知道吗？就是你也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去进步，所以以前我们都在乱冲乱撞过来，弄到骨断啊、脚断、手断，然后才能够练到这技术。但是在后来我们跟欧洲接触之后，才发现原来有一种东西叫上课。你花点钱跟人家把10几年的经验一瞬间全部学回来，所以我们发现到这点之后，我们就把它学完之后回来之后，因为你每次飞去欧洲，你没有个10几20万到50万是没有办法学回东西来的。我讲的是真正学东西，不是游乐场哦，不是那种去玩一玩然后回来就有个证书那种东西，没有。所以我们自己还会开课，其实真正就是希望把我们国外学的东西回来，让大家不用飞出国，你也可以学得到，就这么简单。所以上课有没有用？就是把别人的经验用看的，用体验的，你不需要摔断手脚就可以把我们的技术学起来。你觉得有没有用？看你咯。至少我们自己觉得有用，所以我们开课的人，我们自己会花钱出去学的。第二个就是要认知训练系统，因为上课就跟大学一样嘛。今天有个人跑出来说，我可以教你那个大学的什么机械，但是我什么都没有，那你会去跟他学吗？不会。所以我们为什么学校会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硕士、博士，就是因为它有一整套的系统，教你要学什么领域就该怎么做。那其实在国外赛车也是一样，赛车啊这些骑车的技术都是有一整套系统，从前面初级教你是怎么开始的。所以你在训练时，真正一个教学的单位，不是那种随便乱来的，他们都会有一套系统。教你怎么学。那最恐怖的就是你不知道这种东西，然后去乱学，只看哪里出名去学，然后回家之后发现，奇怪，我好像学了什么，但我又好像学不了什么东西。那种时候，请不要怀疑对你是学不了东西，因为真正的教学不该华丽，而且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前面的技术是什么，后面可以涵盖的技术是什么。教练应该要很有能力，很清楚的告诉你答案，而不是就这样练吧，这样对，这种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些我不需要多说，大家要知道。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要分得清大学跟游乐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现在台湾不缺教学，什么补习班什么到处都有，但是我常跟各位讲一件事情，请千万认知一件事情当你要去学，你要跟着教练学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请教练提出他的履历给你，包括他的证书。对，这个很重要。就像今天你要跟大学教授嘛，你也要知道他履历，他研究什么，他成果在哪里啊，对不对？那怎么可能要骑车的时候又可以随便乱来，什么都不用了？所以我还是得讲，真正想练技术的人，你跟教练要求履历，要求他的所有的成绩，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这样子你才知道你练的到底是真功夫吧？你到底是要跟那个专业的教练练，还是要跟小丑练？看你自己咯。所以在最后，我还是得说老王卖瓜一下，我自己就是 ACIS 的教练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所做的所有东西，我所学的这些所有的技术，都是用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去学回来的，包括我们拿的那个安驾的国际指导员证照，那张指导员证照就12万了。那我们讲的这些证照是什么呢？不是说我要炫耀什么东西，是代表我们自己认真在教学，我愿意投资进这么多东西来把自己提升完，然后再教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是要今天讲不是说什么炫耀啊压别人，而是我们告诉各位，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玩真的。所以假如当你都不知道怎么练，你觉得也放空的时候，那不妨就跟着教学系统跑吧。
这样，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你要怎么进步呢？你可以自己练进步，油门刹车过完，那你也可以跟着学校学习。那有什么疑问，也欢迎你们跟 ACI 这边询问。我这样讲，这自己录的节目就老王卖瓜呗。所以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不客气在下面询问，我们都会回答各位。那今天教大家如何提升机车技术，不晓得你学到了吗？那假如有什么疑问，都欢迎在下面询问。那喜欢的话，帮忙我们按赞、订阅、分享。那有什么课程问题，也不要怀疑，直接询问我们。那只要我们会的东西，我都一定会教你。今天就这样子咯，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拜拜。